据国内媒体2014年3月1日报道，当天中午12点左右，一架编号为2011的歼20第4代战斗机，完全按照4代机超隐身、超音速巡航、超视距空战以及超机动性的标准设计。而这架编号为2011的歼20，正是该款战机的第3架。它最早与公众见面是在2014年1月17日，当天，国内某军事论坛上首次出现了这架战机的一组照片。据随后爆出的资料显示，在此后的11天中，这架新版歼20战斗机相继完成了高速滑行、翼面联动等多项地面测试。中国的歼20已经从技术验证机、工程验证机开始向原型机进行转换，而且从工程技术的角度来看的话，原型机就距离我们未来走向小批量化的生产就不远了。在整个过程中，这架战机不但顺利地通过了各项测试，而且还向人们展示了一项看家本领。在这张照片中，歼20的压翼以近乎与地面垂直的角度出现在世人面前，令很多网友惊叹不已。专家表示，歼20如此灵活的压翼，将为其带来超乎想象的机动力。其实压实布局呢，它主要是提高了飞机的升力阻力比，换句话来说，提高了升力了。那么有了升力呢，它就可以在同样的这个大小尺寸下，有了更大的负载能力。那么当然，我们现在看到这种所谓灵活的压翼，它体现的是因为我有了更多的作纵面、更多的控制面，这样呢，飞机就能飞出以前飞不出来的很多的飞行动作。在这架编号为2011的歼20出现之前，我国军方先后曝光了编号为2001和2002的2架歼20战斗机。与这2架战机相对比，新版歼20在外观上至少出现了10处明显的变化。首先，最直观的变化便是机身的颜色。新版歼20采用了与美国 F-22战斗机类似的银灰色涂装，以取代前2架歼20的黑色涂装。其次，新版歼20的机翼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其尾翼面积较之前2架歼20的尾翼增大了15%，并且对尾翼和压翼的翼尖进行了切削处理，由平翼尖变成了倾斜式。这一小小的变化有效减少了翼尖涡流对于整体操作系统的干扰，大大加强了战机的机动性能。另外，2011号歼20发动机进气道的变化也非常的明显。改进后的进气口采用下倾式倒 V 型设计，而且在进气道两侧还增加了2个6边形致密的网格状口盖，疑似辅助进气道一类的设备。这在早期的2架歼20战机身上是完全看不到的。我们说它的气动布局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首先，它是压翼型的这种喷气口，这样的话呢，可以提高它的速度，然后呢，增加它的这种推进的力量。所以呢，还有外面的涂料，涂料也发生了挺大的变化。那么涂料呢，是重量也是比较重的。如果发生变化之后，颜色不但会发生改变，而且它对飞机的隐身性也会发生很大的改变。如今，2011号歼20可谓是摇身一变，其表面银灰色涂装给国人带来了不小的惊喜，军迷对它的爱称也随之变成了更具科幻色彩的银河战舰。据专家分析，机身涂装颜色的变化意味着歼20很可能在测试新型的隐身涂料。在美国的第4代战斗机当中 ，F-22也采用了与新版歼20相似的银灰色涂装，而其涂装的作用也是大有文章。据报道 ，F-22的银灰色涂装是一种碳基复合材料，这种涂料在 F-22身上形成了3层保护。第一层作用是保护飞机蒙皮，第2层的作用是减少雷达波的反射，而最外层则是用来减少飞机产生的热量，从而降低被探测到的风险。歼20它的服装不断的变化，就像我们不同的军兵种穿不同的军装是一个道理。它是体现我未来是空军用还是海军用，这是一方面。那么作为歼20，它是我们的隐身战机，它还有另外一个功能，就是我究竟通过这样一个衣服是否能够实现我的这种锡箔涂层的隐身。
在现代空战中，战机涂装也是决定胜负的关键因素之一。而各国对于战机涂装的理解却是各有不同。美国认为银灰色是第4代战机的理想涂装，但俄罗斯在近几年却对深紫色涂装颇为青睐，其很多战机也被军迷们称为“紫茄子”。在继苏27、苏30以及苏34之后，俄罗斯最新第4代战斗机 T50也被涂成了深紫色。其实空军的涂装呢，最早期主要是针对目视的搜索，所以我们看到呢，像强击机朝天上那一面涂的是地面的颜色，肚子底下涂的是天空的颜色。到了4代机，这种情况发生变化了，主要呢是你隐身涂料的颜色，而隐身涂料又在不断的进步，所以我们看到呢，最初的时候基本上是黑色的，像 F117，那么歼20最早的时候也是黑色。后来我们看到发展出来的呢，像 F22、F35开始变成银色的了，而我们最新的歼20的涂装也就成了银色的。除了机身颜色、机翼以及进气道等变化之外，更值得关注的是2011号歼20机头的下方新增了一个黄色的凸起物。有报道分析，这个凸起物很可能是一个新型光电瞄准系统。该系统可以在战机雷达关机的情况下，依靠红外成像探测目标，并且能够引导激光制导武器打击目标。目前，美国 F-35战斗机的光电瞄准系统就是由表面镀膜的7块蓝宝石晶片组成，可提供360度的全向视野。然而，正是因为这种系统在探测目标时需要360度的视野，因此不得不安置在机身之外，破坏了战机的整体隐身设计，增大了其雷达的反射面积。虽然这种影响并不是非常明显，但随着雷达探测技术的不断发展，这样的影响很可能是致命的。光电的这种瞄准仪呢，毕竟在夜间还有很多的，就是在信息情况，比如说不太好的情况下，那么都需要光电瞄准仪。它的增加可以为就是飞行员就是这种机动作战和掌握实时的空中情况提供很大的帮助。但是呢，它的弊端是可能对隐身性有一定的影响。歼20是我国自主研发的首款第4代战斗机，然而近些年，很多国外媒体却举出了一些所谓的证据，决定歼20诞生的关键性因素居然是美国的 F117。西方国家对于我国歼20的出现始终有2种态度，一种是极为惊讶，而另外一种则是更多指责。2011年1月23日，就在我国第1架歼20首飞的12天之后，美联社便报道称，曾经参加科索沃战争的克罗地亚军方高层和一些专家表示，中国军方很可能已经掌握了 F117的某些特殊技术，而来源就是1999年被击落的 F117的部分重要零件。从此以后，有关歼20抄袭美国技术的说法不断地在西方媒体的报道中出现，仿佛歼20就是美国 F117、F22和 F35的结合体。不仅如此，西方媒体对于歼20的质疑声也是不绝于耳，称其发动机舱的设计水平还停留在上世纪60年代。在没有国产大推力发动机的情况下，歼20无法实现超音速巡航。即便是2011号歼20已经完成首飞，美国《纽约时报》依然在强调，歼20只是隐身战机的样子，而不具备难以被雷达探测到的那些细节。中国有我们自己的隐身之路，包括我们的歼20走了其他国家所没走过的隐身之路，比如其他国家很少放压翼，我们把压翼放在了前面。另外呢，我们也通过隐身技术的尝试，让这种压翼的技术也具备隐身能力。由于它的压翼本身会让我们的超机动性能非常的强，所以这是中国隐身战机所走出来的一条新路。其他国家技术上没有克服，不等于我们在这方面我们克服不了。歼20不断取得突破，标志着我国的4代机正在逐渐走向成熟。而与此同时，我国在3代机领域也传出了惊人的消息。2013年11月，
一架编号为1601的歼16战斗机在我国西南某试验场成功首飞。歼16是中国沈阳飞机公司为海军航空兵专门研发的一款新型多用途战机。虽然歼16在此前早已曝光，但这架战机的成功试飞却代表着这款战机正式进入大批量建造和装备阶段。2014年3月，也就是编号为1601的歼16成功首飞的第4个月，网络曝光一段更加令人振奋的视频。该视频显示，中国研制的多款新型战斗机同时现身，其中包括歼31四代机、歼11BS 战斗机和一款编号为1603的新型战机。据悉，这架编号1603的新战机很可能就是我国最新研制的歼16多用途战斗机的第3架原型机。更引人关注的是，视频画面中这架疑似歼16战斗机的发动机呈现亮白色，很可能是采用了国产太行发动机。你像歼16这种飞机呢，装国产发动机，特别现阶段装国产发动机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因为它是双发的。那么，即使在你目前发动机的一些可靠性稍有缺陷的情况下，我是双发机，所以呢，它装国产发动机可能性和概率就比像歼10这样的单发机要更大一些。歼16战斗机由国产歼11战机发展而来，由于歼11战机的外挂架数量和挂载能力偏低，主要用于对空作战。而歼16战斗轰炸机则在保持自身优异的空战性能的同时，还可以挂载重型攻击型武器，执行更加广泛的空中打击任务。有分析人士指出，作为最新研制的国产战斗轰炸机，歼16在载弹种类、数量上将超越中国现役的同类机型，既可挂载各类空地导弹和精确制导炸弹，也可以挂载鹰击83和鹰击62反舰导弹攻击海上目标，还可以挂载霹雳9和霹雳13等空导弹。一架歼16就形同一个小型的导弹库，每架最大可载弹8吨，比美国最强战机的 F-22猛禽的最大载弹量足多出了1吨。歼16从某种程度上来看的话，它跟我们现在的苏30所干的工作是一样的，它既能够对空进行拦截，另外呢又能够对地对海进行打击。换句话来讲的话，它是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战斗攻击机，可以在空海作战的过程中发挥重大的作用。包括现在无论是在东海在南海，我们所面临的威胁非常的多。如果有了我们的歼16，我相信这2个地方相对来说我们要安全很多。据相关媒体透露，歼16装备了中国最新的有源相控阵雷达，具有与多目标作战的能力，并可以识别出目标的相关资料。据称，这一项目是中国独立创新设计并开发制造的，在技术上超过曾经大名鼎鼎的俄罗斯苏47金雕战斗机。21世纪空战已经逐渐进入了隐身时代，传统的雷达对隐身战机的探测能力极其有限。而有源相控阵雷达大大提高了战机对于隐身目标的探测能力，使3代机在面对4代机时也有一战的实力。歼16这样的飞机对抗4代机，关键是要解决它怎么样能够看得到对方。换句话来说，把近视眼这个毛病改掉，这样在很大程度上要靠什么呢？要靠你的雷达性能的提高，也就是说，你的雷达具不具备一定的反隐身能力？当然了，你自己的隐身能力也要有所提高。像歼16这种飞机，有了好的雷达，有了强大的电子压制和干扰能力，再能配上性能优异的中远程空导弹，那么和4代机呢，应该说还有的一拼。2013年初，中国正式公开歼16样机。在这之后，关于歼16和苏30 MKK 孰强孰弱，一直是军迷之间谈论的热点话题。苏30 MKK 作为中国最早引进的3代机，对中国空军的发展可谓意义重大。而歼16作为它的替代品，也一直牵动着亿万国人的视线。近日，随着歼16的再次试飞，这一话题再次成为人们争论的焦点。
国产新秀对阵进口王牌，歼16与苏30 MKK 到底谁略胜一筹？10年磨一剑，歼10B 终于进入量产。作为我国首款自主研发3代机的最新改进型，歼10B 量产究竟意味着什么？更多精彩稍后继续。4代机再传喜讯，歼20变身归来，我国最新国产4代机到底是何模样？歼16利剑出鞘，机身内部暗藏玄机。我国新型3代半战机究竟有何看家本领？中俄军事合作再传喜讯，俄罗斯最强战机苏35是否真的能够落户我国？沙场推出国庆特别节目《中国国防新装备系列之中国王牌飞机展》正在播出。2013年初，中国正式公开歼16样机。与此同时，有分析人士指出，使用了中国自行研发的机载电子设备和已掌握的最新航空技术的歼16，将超越正在中国服役的苏30 MKK。苏30 MKK 是俄罗斯苏霍伊设计局在苏27和苏30的基础上重新设计的多用途歼击机，于1999年3月9日在莫斯科郊外的格罗莫夫试飞院机场上成功首飞。苏30 MKK 歼击轰炸机拥有类似美国 F-15E 那样的精确攻击能力，同时还有在防区外发射制导导弹的能力。另外，苏30 MKK 还拥有地形追踪能力，在高度30米至18千米的范围内自动高速巡航飞行。在执行夺取及扼守空中优势作战方面，苏30 MKK 可以发射制导 RVV-AE 导弹对地进行压制。但是，俄制苏30 MKK 无法挂载中国近年来自行研制的一系列空地和空舰制导武器。此外，有分析人士指出，由于苏30 MKK 的弹药都是从俄罗斯进口而来，如果真的到了战争时期，弹药补给将会成为一个很大的隐患。同时，苏30 MKK 装备的是无源相控阵雷达，而歼16装备的是有源相控阵雷达。歼16的雷达平均功率是苏30 MKK 的2倍，在超视距空战之中，无源相控阵雷达将不具备战术上的优势，而歼16的问世将使这些问题不复存在。这个歼16呢，不论网友怎么说，但毕竟是我们国产的飞机，而苏30是引进的飞机，我相信在这个原来的基础上进行改装之后，它一定性能会比苏30更好，所以它会取代苏30的。今年5月，美国某权威杂志评选出世界10大战机，美军 F-22和 F-35占据榜单前2名。不过，出乎意料的是，我国2款处于验证阶段的歼16和歼10B也进入了该名单。歼16凭借自身优秀的对空对地作战能力，成功占据榜单的第8名。可见，在外媒眼中，歼16的战斗力不容小视。歼16的出现呢，对我们来说应该是首先它标志了我们3代机的技术这一块我们吃透了。现在呢，我们3代机随便我们就可以拿出一个改型。那么，从我们长远的发展来说，把3代机这个地方吃透，你为下面的4代机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很好的门槛儿。另外呢，这个4代机的真正大批量装备部队完全形成战斗力，成为主力战机，恐怕还有相当的时间。2013至2014年2年的时间内，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战斗机主要生产国。美国某军事杂志评选出的世界10大战机，中国处于验证阶段的歼16位于榜单的第8名，超过了美国 F-16EF 战斗机。这标志着我国第3代战斗机已经在不断接近国际先进水平。有分析认为，近年来解放军战机不断强化对地对海攻击能力，标志着中国空军向战略空军进行转型。因此，中国未来的战斗机体系应该是以多用途战机为主，提高作战效能。
歼16是一种以对地对海攻击为主要作战目的的多用途战斗机。在执行空中优势作战任务方面，歼16具备发射国产霹雳13空空导弹的能力。歼16赋予中国海军航空兵前出第一岛链作战的能力。歼16现在如果投入批量生产的话，恰好可以弥补从3代机到4代机这之间的这个空白区。歼16的优异性能，无疑使其在未来的我国空军中占据重要的地位，而它也很有可能与我国包括歼20在内的先进战机并肩作战。2014年2月3日，歼31完成2次试飞。同年3月1日，歼20成功完成首飞。中国4代机的发展取得了惊人的进步，但有分析人士指出，歼20有一个先天的缺陷，也就是对地攻击能力不足。为了保证隐身性能，歼20的机载武器采用内置，以减少飞机雷达反射面积。而歼20机舱内部空间有限，很难挂载1000公斤级以上的空地精确制导武器，在对付一些地下目标时有些不足。在空军进攻体系当中，歼16可以编入空军攻击集群，执行攻击任务。整个集群可由空警2000或其他预警机指挥引导，歼10或者歼11战机负责拦截对方战机，歼16负责携带重型弹药，负责对地攻击。基于歼11机体的电子干扰机，执行伴随式电子干扰任务。空油6或者未来的大型加油机提供加油服务和延长机群攻击半径。从歼16本身来看的话，它是一个战斗轰炸机，也叫战斗攻击机。它可以跟我们目前的歼10系列的飞机、歼11系列的飞机形成这种高低的搭配，也能够形成这种攻击能力的搭配。比如我们的歼10系列飞机、歼11系列的飞机来获取制空权，那么我们的歼16就能够对地对海进行实际的攻击，这两个之间就能够形成一个很好的匹配。众多先进技术的使用，空前强大的作战潜能，使歼16超越了常规3代战机的范畴，踏入了3代半战机的领域。而近年来，另一款3代半战机也成为了媒体关注的焦点。歼10B投入量产了，这句话在2013年底几乎成为了一些军事爱好者之间日常打招呼的用语。就连国内一线的军事专家凑到一起的时候，歼10B也往往是他们的第一个话题。2013年12月，一架编号为101的歼10B战斗机在我国西南某试验场成功首飞。虽然歼10B在此前早已曝光，但这架战机的成功试飞却有着不平凡的意义。它代表着这款战机正式开始进入大量建造和装备阶段。在不久的将来，歼10B将成为我国空军最先进的战斗机之一。一款飞机量产之后，无论它的这个价格还是它的这个使用的数量，都会有很大的变化。那么量产之后，就说明我们的部队可以大量的装备这样的飞机，可以用它来在我们的空战这个体系中增加一支新的力量。所以它的量产对我们空中的这个体系作战增加了新生的力量。就在101号歼10B成功首飞短短4个月之后，歼10B传出了更加惊人的消息。一架最新歼10B的照片在各大网络上流传，而在这架战机的身上清楚地涂有201的编号。一时之间，关于这架战机的各种分析层出不穷。有网友甚至猜测，这就是歼10战机的最新改进型歼10C。实际上，早在2013年12月，就有网友称在歼10B试飞现场看到了这架编号为201的战机，而当时它只是静静地停在地面。而随后，有关这架飞机的消息也少得可怜。如今，人们终于可以从照片上一睹这架神秘战机的真容。有观察人士发现，与之前6架量产型歼10B相比，这架战机外观上主要的差别在于机头下方和机背上方的2处天线。由此推断，201号歼10B很可能已经更换了航电系统。也有网友通过反复对比，发现这架歼10B的机背弧度与前6架有所不同，很可能安装了宝型油箱。在进行了一系列对比之后，很多网友达成一致，
认为201号歼十 B 非常特殊，称之为歼十 C 或许更加合适。到底是什么型号？我现在没有这个准确的答案。但是呢，我们可以肯定的是，这架飞机和之前的歼十明显是不一样的。我们看到呢，世界其他先进战机在生产过程当中，应该也是在不断生产、不断改进。比如说像 F-16有这个 Block 10、20、30，一直到50这个批次，每一个生产批次都有不同，技术上都有进步。而我们的歼十在现在生产过程当中，我们看到呢，它也是在不断的提升进步，特别是吸收了我们4代机研发过程的一些成果性的东西。那么它的这个提升的步伐可以说是相当的大，甚至可以说呢，现在我们看到最新的歼十和当年原型试飞的歼十，已经完全是不是同代的飞机了。2014年1月，世界著名航空专业杂志《国际飞行》公布了2013至2014年度世界空军力量发展报告。在年度10大战机排名中，我国的歼十 B 战机被排在了第9名的位置，超过了美国 F-16EF 战斗机。这标志着我国第3代战斗机已经在不断接近国际最先进水平。飞行表演令人瞠目结舌，俄制战机堪比外星武器，苏35到底有何惊人本领？中俄谈判再获进展，俄罗斯最强战机苏35究竟能否落户我国？更多精彩稍后继续。4代机再传喜讯，歼20变身归来。我国最新国产4代机到底是何模样？歼16利剑出鞘，机身内部暗藏玄机。我国新型3代半战机究竟有何看家本领？中俄军事合作再传喜讯，俄罗斯最强战机苏35是否真的能够落户我国？沙场推出国庆特别节目《中国国防新装备系列之中国王牌飞机展》正在播出。歼十 B 是我国首款自主研发的3代战机歼十的改进型。与之前的歼十 A 战机相比，歼十 B 外观上最明显的变化就是采用了 DSI 棒式进气道，这是目前最新的技术。美国新一代战斗机 F-35便使用了这项技术。与常规进气道相比， DSI 技术大大减轻了重量，并且明显降低了雷达的反射截面，增强了战机的隐身性能。虽然这是一项新技术，但 DSI 技术却降低了进气道的成本，并提高了可靠性。除进气道的变化之外，歼十 B 最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机头从歼十 A 的圆锥形变成了扁圆形，机头略向下倾斜，这改善了飞行员的视野。但这还只是表面现象，歼十 B 机头发生变化的真正原因是其内部安装了有源相控阵雷达。此外，歼十 B 还在歼十 A 的基础上对机翼和尾翼均进行了切尖处理。总体而言，与之前的歼十 A 相比，歼十 B 的战斗力得到了大幅度提升。它的出现让我国空军正式从3代机时代跨入了3代半的领域。歼十 B 是脱胎于歼十，但是高于歼十，这里面主要体现在2点。第一点的话，就是歼十 B 的气动外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且采用了是棒式进气道，也就是 DSI 技术。这样的话会使它的气动能力更强，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的话，歼十 B 采用了大量的复合材料，会让歼十 B 本身它能够承载的这种攻击的武器装备更多。这实际上是体现出了一个很大的一个优点，就是歼十 B 它的攻击能力更强。所以从这些角度来看的话，歼十 B 的升级不仅仅是一个电子技术的升级，更多的是它的火力的综合能力的升级。在量产型歼十 B 曝光不久之后，关于这款战机又传出了一个令人不可思议的消息：与歼十 A 相比，歼十 B 战机的空重减少了整整1吨。消息一出，立即引起了国内各大军事论坛的轰动。有网友认为，有源相控阵雷达要比之前的雷达重得多。
美国的 F-15和 F-16在改进过程中，机身重量也在不断增加。加装了新雷达的歼十 B 重量竟然大幅降低，着实令人不敢相信。虽然理论上来讲，这种说法合情合理，但从目前曝光的资料来看，歼十 B 的全面瘦身已是事实，而机身重量的降低，也让歼十 B 的各项性能得到了大幅度提升。有分析人士指出，歼十 A 战斗机的内油大约在4吨左右，如果减轻的1吨重量全部用来携带燃油，战机的航程将提高近1/3，这对一款战机而言存在着巨大的价值。除航程之外，这1吨的重量对于歼十 B 的火力也非常重要。歼十 A 战机的载弹量为7吨，这在中型战斗机中已经是非常了不起的，而如今歼十 B 的载弹量可达到8吨。这足以和重型战斗机相媲美。此外，即使这1吨的重量什么都不带，也可以大大提升战机的机动性。由此可见，歼十 B 的这一次瘦身可谓意义重大。我们说，如果减掉的这1吨用于增加它的燃料，它可以有更长的续航能力；如果增加它的武器装备，它可以挂载更多的导弹和更多的这种比如火箭。那么，如果它什么都不加载，即使减掉这1吨的重量，它也可以使它的机动性能和它的这个续航能力，包括它的飞行速度得到提升。那么这减去的1吨，我想主要是从材料上进行减去的，也就是说，在材料结构上发生了变化之后，它的重量就可以做相应的减轻。歼十 B 作为我国战斗机发展过程中里程碑式的一项杰作，其究竟何时服役，已经成为国人共同关注的问题。虽然歼十 B 曝光已久，并且已经进入量产，但是官方始终没有爆出歼十 B 正式装备部队的消息。然而，就在人们焦急地等待歼十 B 传来服役消息的时候，有人却看到了不得了的东西。2013年3月，有国内网友拍摄到了一组歼十 B 与歼20同场测试的图片。当这些图片被传到网上时，着实让人们大吃一惊。在照片中，歼十 B 机身上的涂装已经不再是测试中的黄色，而是银灰色。很多网友据此猜测，歼十 B 很可能已经或马上就要服役了。然而在此后，歼十 B 依然没有传出正式装备部队的消息。2014年3月24日，有国外媒体报道称，歼十 B 从2004年开始研制，2009年曝光，到今天已经有10年的时间了。在拥有生产歼十 A 丰富经验的情况下，歼十 B 至今仍然没有装备部队，其进度确实太慢。但与此同时，文章也指出，由于成都飞机工业公司目前的任务是力保歼20，一切都要为中国国产4代机让步，所以歼十 B 进度缓慢也是情有可原的。我们现在只能靠这个网络媒体和大家的提供的一些图片来判断，至少从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东西来说，这个东西已经是扎扎实实的出来了，而且呢，可以看到它已经开始装备部队了。歼十是我国首款自主研发的第3代战斗机，而歼十 B 则为我国在自主改进战机方面开辟了道路。这2款战机的出现，为我国航空技术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宝贵经验。更重要的是，歼十 B 不仅是我国空军未来的杀手锏，也为我国探索4代机技术提供了良好的平台。有报道显示，歼十 B 的一大改进便在于其隐身性能。我国在歼十 B 上验证诸多隐身战机的技术，包括座舱隐身、雷达罩隐身以及进气道隐身技术等等。结果表明，战机整体的隐身技术指标已经达到了设计目的，而歼十 B 所装配的有源相控阵雷达也是4代机的标配。由此可见，歼十 B 为我国4代机的发展提供了先决的技术条件。不仅如此，有分析人士指出，在研制歼十 B 的过程中，我国掌握了大量改进先进战机的经验，对战机设计的诸多细节进行了调整，这对日后发展更新型的4代机是极有帮助的。
一旦我国国产4代机专用大推力发动机获得突破，歼20A 甚至是歼20B 也很快就会诞生。歼10B 可以说是我们4代机的一个技术验证机。比如在歼10B上，我们会把我们4代机上的飞控系统、航电系统，甚至某些武器系统，我们在这儿进行验证。如果完全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可以在4代机上完全来使用歼10B所使用的这些武器装备、电子系统，所以它是一个很好的技术验证信号。我国在战机领域不断取得突破，为我国未来海空军航空兵的武器更新换代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但近年来，我国在航空领域的成就还不止于此。今年5月，有国外媒体报道称，俄罗斯一款王牌战机很可能将飞入我国。2014年5月29日，俄罗斯联合航空制造集团日前表示，关于俄罗斯向中国出售一批苏35S 战斗机的谈判已经基本结束，首批飞机预计将于2015年交付。实际上，有关中国从俄罗斯引进苏35的消息，早已在世界各国媒体之间广为流传，但两国官方却很少给出正面的明确答复。而俄罗斯媒体日前的这则消息，也让这笔军火交易再一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苏35是俄罗斯苏霍伊设计局在苏27战机的基础上改进研制的多用途重型战斗机。虽然这款战机源自苏27，但绝不是简单的升级版。按照西方的划代方式，苏27是3代战机，而苏35则被称为3代半战机。对于中国而言，苏35能够弥补中国航空领域中多项技术不足。也正因如此，关于中国引进苏35引起了很多国家的高度关注。因为苏35呢是俄罗斯目前它生产当中的最先进的战机，而且号称呢是能够和4代机进行 PK 的。那么呢，俄罗斯把它说成是最强大或者说最先进的3代半战机。那么中国引进这个战机，其中的一些技术，应该说呢，对我们有吸收的价值，包括它的发动机，包括它的雷达，包括它的远程的空战武器。2013年6月，在第50届巴黎航展中，苏35战斗机首次以真机的形式在俄罗斯境外参展，而苏35的这场处女秀也让全世界为之一振。在飞行表演过程中，这架苏35将其超强的机动性能展现得淋漓尽致。战机一离开地面，就以几乎与地面垂直的姿态直冲云霄，并立即开始了快速旋转、俯冲以及空中翻筋斗等高难度动作，引起了在场观众的一阵阵欢呼。然而，这还只是一个开始，高潮部分是一系列被称为普加乔夫眼镜蛇机动的动作。飞行员似乎让飞机悬浮在了半空中，然后开加力，让飞机直冲云端，随后飞机像叶子一般飘落。接着，飞机又迅速拉起，旋转着进入下一个动作。一系列超高难度动作让在场观众无不瞠目结舌。苏35不但可以做这种眼镜蛇的机动，而且它几乎是可以垂直的飞行。那么这种机动性，也就是说它的推力和它做的一些连续的翻滚，说明它的这个机动性是在世界空战的飞机里边是最为领先的。所以苏35目前它的这种机动性在世界就是作战飞机里边，这些动作表现了它的卓越的这种机动性。苏35如此强大的机动性能，很大部分归功于它使用的大推力矢量发动机。这种发动机的喷口可进行360度旋转，使战机能够做出普通战机根本无法完成的机动动作。甚至有航空专家表示，苏35在机动性方面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处于统治地位。此外，苏35最大时速为2500公里，作战半径约为1600公里，有12个武器外挂点，最大武器载量达到了8吨。而其配备的雷达也是该机最大的亮点之一。苏35配备了雪豹1型无源相控阵雷达，可以敏锐地捕捉到90公里以外，雷达反射面积仅有0.01平方米的超低可探测目标，擅长对抗隐身目标，
另外，苏35战机可同时跟踪30个战斗目标，并同时攻击其中的8个，作战能力极为凶大。现代空战讲起来是体系的对抗，单纯的拿单机、3代机和4代机单机的 PK 意义并不是很大。那么呢，如果你在整个的作战体系当中有办法破解对方的隐身的话，那么像苏35这样的高机动重型战机和这个4代机 PK 的话，并不占劣势。作为俄罗斯苏霍伊公司代表作苏27的最终升级版，可以说是最接近第4代的3代战机。有分析人士指出，苏35的很多性能甚至已经超越了当今的第4代战机。而按照俄罗斯媒体的说法，苏35在与 F-35的对决中完全处于上风，对阵美军现役主力舰载机 FA-18自然也不在话下。所以，美军航母如果想在苏35面前拿下控制权，只能发展 F-22舰载版。无论俄罗斯媒体的说法是否有些夸张，但苏35的优越性都是人们有目共睹的。而且，相较于苏27而言，苏35的机身寿命提高了将近6000运行小时，机内燃油量增加了20%，大大扩展了该机的作战半径。有评论指出，中国如果得到苏35，将获得很大程度上的提升，其航程可以覆盖我国周边大多数岛屿，有效加强我国对领土的控制。苏35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超机动能力的3代半机。从它的整个技术性能来看的话，尤其是在目视距离范围之内的话，它的攻击能力是非常的强。可能目前的4代机也不是它的对手。但是作为苏35本身来看的话，它也存在很大的问题。首先，它不是一个隐身的飞机，所以在超视距作战能力，尤其是在比如对方的 F-22过来的时候，你能否先机发现它？发现不了的话，可能你的优势就体现不出来。那么中国引进苏35，对我们的空军也好，海军航空兵也好，应该有很大的帮助。毕竟我们现在有大量的苏30战机，那么苏30战机未来我们可以用苏35来进行替代，这样的话可以使我们的战斗力倍增。所以我觉得苏35如果加入中国的空军或者海军航空兵，还是有很大的一个益处。此外，苏35不但在超机动性等方面令人刮目相看，而且该战机可以携带更多更重的对地武器，使其多用途战斗机的身份更加完善。而且，针对俄式战机人机交互性能不佳的弱点，苏35采用了玻璃化座舱的概念，并对航电系统进行了全面升级。包括新型的头盔瞄具等，其全数字电传飞控系统也取得了巨大进步，自动化程度和反应速度大幅度提升。有专家分析，中国引进苏35将使其空军的制空能力登上一个新的台阶。一款服役长达50多年的老式坦克，为何受到了巴基斯坦军方的关注？中美联合研发美洲虎半途而废，究竟是生不逢时，还是另有玄机？63A 水陆坦克炮塔装备62底盘，另类的嫁接究竟会产生怎样惊人的效果？下期沙场带您盘点2014年那些频繁出现在电视屏幕上的中国王牌坦克。